就这个快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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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人丢大了，好容易吗？第一天上班，还送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，今天是我们新一期的360度行快递员职业体验。最近呢，我们在网上看呢，各家快递公司呢都集体上调了1毛钱的这个派送费。那这个新闻呢还上了热搜啊，网友呢都在议论纷纷。那主要吐槽的问题啊，就是不送货上门，有没有收到呢？就随意显示签收的这种情况。也有一些呢部分担心呢快递费涨价，毕竟呢是吧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啊。鉴于大家目前对于快递服务呢这么多的不满，所以呢我们这一期呢我就深入敌方内部啊，我们就体验一天到底这个快递行业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啊，一些困难。住是公司给你们配的吗？包吃包住。对。来一杯来。分拣环节啊，把每个片儿的分开，然后待会儿单独去送。要扫到这一下的，它就只能查出就是说现在正在拍卖。走了。6号楼2单元301，对着楼梯这。就这个快递啊，送完第一单了。快递，快递，快递，这有你吗？在哪？啊，快递，有一个3楼。快递，秦志超他们家。对，我送了几个腿已经软了。快递，快递。快递，便宜就是送快递有一点挺特别的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样的家庭啊、人啊，包括他的家里面的环境啊都不一样。大部分我都看都是开一个小门缝，然后只有极个别啪把门打开的。送哪个了？这个楼啊。这个楼。那我问他，他说是他的。怎么可能啊？1号楼啊！我还特别问了一下名字。哎，你好，快递。你好。刚才您是不是经过？哦，这个人丢大了，好容易吗？我第一天上班，还送错。快递是铁影吗？啊，我手已经敲红了，这小就已经完了是吧？哎呀，我腿已经走不动了。塞得下，塞得下。把摄影师装到摄像里面去。第二天开了啊，关门了。第二天看你还活不活着。哎呀，我要去骑车，爽不爽？黑黢黢的，不知道哪天是哪天。快递。快递，狗子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通州唯一一块小麦地。过段时间我们来收麦的，太漂亮了，这小麦地，你看。这车感觉好大呀！重点这是用柴油。杭州的网红呢都买保时捷，快手的网红呢一般都是大 G 呀。啊，走吧，不要看了。赚钱买它好吗？这我真的要攒钱买这个，我要努力赚钱。你们都他妈招了人呐，我怎么招不着人呐？
花钱少了。花钱少。我1个月给他给那个人开1万，我不想让他干了，你知道吧？保底1万块钱。这一下一会儿送完了。不用你一件一件的爬楼梯。终于理解为什么快递员喜欢放快递柜了。快递。之前我是在里面住，现在我是给他住的人送快递。真的变化蜘蛛丝大。最后一票。最后一票，先收工了。投诉的影响是主要是啥？投诉分投诉啥？虚假签收的可能一票得200块钱。如果200块钱，如果说要送的话，要送多少单？差不多我们百事是1块4一个100。送70多件。咱上午送了这么多，如果有一票你送错了，或者说他没收到的，哎呀我操！你就上午就发去。你看早上今天分的车，今天是预车吧？双11的时候最少3车到5车，我们都送到下半夜1点左右，11点多。各家快递公司之间工资差不多，对，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，那就是也没啥可跳槽的。他家1块3，还有的管吃，有的不管吃的。啊，有没有想过转行干别的？最主要没啥技术，你转行转不了啊。那我们看网上现在大家在说，年轻人不愿意去送快递、送外卖，也不愿意去工厂。外卖也好，快递也好，他感觉是累，他不过他时间就是说，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不用非得卡班的。送快递的，你让他上工厂，他基本上受不了。老是在那瞅着，也不动。对啊，就那3-5个动作。刚才有一个客人，叫客人吗？来给我们打电话说，有一个快递的破了一个洞，然后里面酱油碎了，洒了。那这个肯定是运输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报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说我补汤呀，也没有地上也没有。不过还好，没多少钱，酱油而已。要是给人家弄一瓶那种什么 XO 啊是吧，5000块的红酒，我操，这他妈咋弄？你们赔得有最贵的赔我啥东西？太贵了，他赔也赔不起啊，就得那啥的报警了，报警。我本来呢是已经做好了当1天快递员的工作准备，但是从早上6点呢一直跑到中午12点，就实在是吃不消，腿都抽筋了，就是特别累。当然我很惭愧啊，其实我也只跑了6个小时而已。其实他们快递员的一天差不多要跑10几个小时，而且我平常呢还算是有一些锻炼的啊。毫不夸张来讲的话，快递员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。可能呢快递员这个工作呢，你看起来啊，似乎呢没有什么学历门槛啊，也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啊，就是走路嘛，感觉好像谁都可以做。但是实际上啊，你不仅需要有个好的身体，更重要呢，你需要很有耐心和细心。因为你压根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，比如说我才送几单，我就把快递送错了，还有呢走错楼的，还有一些呢发现了买回去之后呢东西损坏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够细心的话，可能因为一些很小的问题，然后跟买家呢产生一些争执，然后遇到投诉。那么如果遭到投诉的话，那么你这一天甚至好几天可能都白干了。还有很多时候呢，大家经常上班都不在家，快递员来送货的时候发现没有人，等于今天这一趟白跑了。那这几年呢，我们国内电商发展呢非常快，快递公司呢也竞争的也非常激烈，整天打价格战，派件费呢是每年逐渐的下调，所以导致呢快递员的收入呢也每年在降低，但是工作呢一点没有减少。快递员如果不想要降低收入呢，他们只能够花更多的时间、更高的效率、更快的速度来送更多的件，才能赚更多的钱。包括我在送快递的时候呢，旁边的快大哥呢一直在说，他们这个行业呢也越来越难招到人了，工作时间又长，工作强度又大，然后稍不留神呢又被容易罚款，所以种种因素的导致呢，使得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快递员开始逃离这个行业了。那我们在网上看啊，国家人社部发布的2020年第2季度的这个短缺职业排行榜里面，快递员占第2名。那通过我们的体验呢，发现呢，快递员呢确实存在很多困境，但是我们切换到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呢，就是我们花了钱，对吧？我们当然有权利说想要快递员更好的服务啊，更准时，然后送货上门。但这个呢就存在了一个矛盾，如果快递员呢每一件呢都送上门，然后按时按点，那这又会降低他们的派件效率。那降低的效率呢，也又意味着他们减少了这个收入，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每一天的这个份额没有派完，
甚至还要赔钱。所以当下这种情况呢，我们也只能够说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包容、互相理解。那总的来看呢，快递涨价呢，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。那最近呢，各大快递公司在国家的要求下呢，集体上涨1毛钱。那具体这个效果呢，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。但是无论如何啊，我觉得改进呢，永远是好的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上面流堂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请给我们一键3连1个点赞，感谢。